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，一个牧牛小哥正轰着一群牛在赶路。突然，牛老大停下了脚步，任由其他的牛默默地从身边都走过去了，还是纹丝没动。小哥一看，发现牛老大的4条腿下面竟然护着一个衣衫破烂、满脸泥巴的瞎眼少年。他万万想不到的是，这惨兮兮的少年居然是一位太子。不过这位太子是怎么陷入了这般境地呢？今天我们要讲的呀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前世的一个故事。在一个超级古老的年代，一个繁盛而巨大的王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。他尊贵的国王手握着60个小国的命运。这个国家叫做波罗趁国。这一天，波罗趁举国欢腾，因为国王和王后终于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宝贝儿子。这个颜值爆表的帅气小王子可是国王每天向神明虔诚祈祷了整整12年才得来的宝贝。没多久，国王的一位贵妃也给国王添了个2公子。国王叫来占相大师，给2个小王子起名字。大师问国王，太子出生的时候有什么吉兆吗？国王说，王后以前脾气差得很，爱吃醋，骄傲自大，但是自从怀上了太子以后，变得温柔慈善，乐善好施。大师说，这都是太子的福德呀，才让他妈变得这么好，这孩子就叫善友吧。大师又问2儿子情况，国王说，贵妃原来特别温柔，人缘特好，可是怀孕以后就变得见不得别人好，喜欢跟人家过不去。大师说，这是这个孩子生前造业所致，才让他妈变成这样，就叫他恶友吧。2个孩子渐渐长到了14岁。善友太子才智出众，心地仁慈，父母疼爱有加，把他看得像眼珠一样宝贵。恶友呢，却性情乖戾，谁都不待见。恶友妒忌善友，想方设法的要害他。善友不厌其烦地劝导恶友，但是他不但不听劝，还更加怀恨在心。善友太子平时住在深宫。这一天呢，他终于平生第一次被允许出城游玩。这下可不得了了，他看到农民耕地，从土里翻出来虫子被蛤蟆吃掉了，然后毒蛇又把蛤蟆给吃了，接着孔雀又吃了毒蛇，然后他又看见屠户杀牛、烫猪、剥羊，还有猎户和渔人在猎鹿捕鱼。太子郁闷无比，伤感的不行，心想，怎么样才能让百姓丰衣足食，而又不使生灵涂炭呢？回到宫里以后，他请求国王把国库里的财宝和粮食布施给百姓，解救苍生。国王对善友是言听计从。于是呢，没过多久，国库里的财物就少了2/3。群臣担心这样下去国库会被掏空了。国王说，不能伤了太子的心愿，尽量拖延吧。之后呢，太子再去国库，就被告知守库的大臣出了远门了。善友想来想去，要是把父王的国库给搬空了，也不是个办法呀。他听说大海里有一个长满珍宝的岛屿，而且龙宫里有一颗无价的如意宝珠，只要得到了它，就能让百姓需要的财物像下雨一样的洒落人间。善友太子下定决心，要亲自去大海采集珍宝，获得这颗宝珠。国王王后听到这个主意，慌了神儿，他们怎么舍得让这个宝贝儿子去冒这么大的艰险呢？于是呢，太子就不吃不喝的跪了整整7天7夜。国王和王后怕他饿死了，只好答应。恶友呢，因为怕善友财宝回来会更受宠爱，那他自己就更是什么都不是了，就要求一起去。国王答应了。
于是两个人就带着一位年老的导师，还有500个自愿跟随的百姓上路了。一行人顺利抵达海州珍宝岛，善友让恶友和500个人在岛上采集珍宝，自己和导师继续前行，寻找如意宝珠。途中呢，导师离世了，善友独自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见到了龙王。龙王非常欣赏善友，最后把如意宝珠送给了他。这一天，善友被龙王送上了岸，正看到恶友孤身一人坐在海边发愣。看到善友，恶友哇哇大哭起来，说：船沉了，所有的人都淹死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飘到岸上，采来的珍宝也都沉到海底了。善友赶忙安慰弟弟：你活着就好，我已经从龙王那里求得了如意宝珠。哪曾想，恶友一听这话，醋意顿生。善友一点也没有察觉到恶友的妒忌，他从发髻里取下了宝珠，交给恶友说：我睡觉的时候，你就负责守护宝珠，等你睡觉的时候，我来守护。说完这话，善友就安心地睡去了。这个恶友还真够坏的，他找来2根尖利的竹刺，刺瞎了善友的双眼，然后就带着宝珠逃走了。善友从疼痛中惊醒，大喊：恶友，有强盗刺瞎了我的眼睛，快来救我呀！你在哪儿啊？难道是被强盗害死了吗？我可怜的兄弟呀！善友的悲痛哭喊引来了树神，树神对善友说：是你弟弟刺瞎了你的眼睛，拿着如意宝珠跑了，你还喊他干什么？善友悲痛万分。恶友跑回国，告诉父母善友在海里淹死了。国王和王后犹如万箭穿心，晕倒在地。醒来以后，悲愤地对恶友说：你哥哥死了，你一个人逃回来，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我们？恶友这个时候也不敢把如意宝珠拿出来了，就把它埋在地下藏了起来。那么这个时候的善友怎么样了呢？再说善友2个眼睛被刺瞎了，疼痛难忍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到处乱爬。不久就爬到了蜀国第施拔国的国土上。第施拔国国王有一个女儿，先前就许配给了善友太子，只是2个人从未谋面。这个时候，一个牧牛小哥赶着一群牛走过去，正当群牛要踩到善友的时候，一个高大的老牛用4条腿跨在善友的身边，护住了他，然后用舌头舔出了太子眼中的竹刺。牧牛小哥问：你是什么人？善友想，我不能把自己受害的事情告诉他呀，要是传了出去，弟弟从此就没脸见人了。就说我是个瞎眼的乞丐。小哥把他扶回家中照顾。过了1个月，家里人不耐烦起来，善友就向牧牛小哥告辞了。善良的小哥送给他一把琴，把他送到车水马龙的王城。善友精通琴艺，行人纷纷被他的琴声迷住了，送给他很多的食物，连街上的其他乞丐一起吃都能吃饱。但是对沦为卖唱的太子来说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在善友的粉丝中，有一位是王家果园的守园人，因为果子常常被鸟雀啄食，他就请善友弹琴，帮自己驱逐鸟雀，看护果园。有一天，公主来到了果园游玩，一见到树下弹琴的善友，听到他手下流淌出的音乐，就爱上了他，毫不犹豫地向善友表白了爱意。公主回宫向国王祈求，非她不嫁。国王大骂：你疯了吗？难道不知道你与波罗趁国的善友太子已经有了婚约吗？现在善友太子入海求宝还没回来，你怎么能去给一个瞎眼的乞丐做妻子呢？但是公主心意已决，死也要嫁给他。国王就只好把善友接到王宫，关在一座幽静的宫室里。2个人形影不离，过起了幸福的生活。
不过，双目失明的王子是不是还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呢？一晃3个月过去了，这一天公主有事外出，临走之前没告诉善友，过了很久才回来。善友一个人在家里是胡思乱想，好不容易等回了公主，气不打一处来，问：你到哪里去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呀？是不是去私会别人了？公主很伤心，哭着否认：绝对没有。善友不信：你有没有？谁知道呢？公主发誓：如果我有别的男人，就让你的眼睛永远瞎了；如果我没有，就让你的一只眼睛立即复明。哇，这个誓言可真是太赞了。一般人发誓都是如果我做了啥缺德事，就让我死得很惨，遭天雷砸，命都给你等等一堆的严惩。但是在公主的誓言里，不仅有做坏事的惩罚，还有没做坏事的奖励呢。她被冤枉误解的时候，还想着用誓言的力量让心爱的人摆脱痛苦。话音刚一落，善友太子的一只眼睛重见光明，目似星光，看见了美貌的公主，惊喜万分。公主对善友说：现在你相信我了吗？善友这个时候只会傻笑了。公主委屈地说：我是公主你又穷又瞎，我对你一心一意，可你居然不信任我。善友说：哎呀，其实我不是个穷人，我是波罗趁国的善友太子，这怎么可能？嗨，如果我骗你，就让我的另一只眼睛永远瞎了；如果我说的是真话，就让它立即复明。这个誓言真是深得公主誓言的精髓呀。话音刚一落，善友的眼睛重见光明，英俊的善友太子简直世上无双。公主看呆了，兴奋地去找父王：父王，我丈夫就是善友太子啊！国王还以为他疯了，亲自去看，确认真的是善友太子，赶紧向他道歉。这个时候，善友太子的父母派出了找他的一只白色大雁，历经千辛万苦，也终于落到了太子脚下，悲鸣欢叫。太子惊喜万分，从他身上找到了一封书信，得知父母因为日夜哭泣，已经双目失明，赶紧写了回信，让大雁带回去。团圆的日子似乎就在眼前了。那么，善友和恶友再次相见，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？国王和王后收到信以后，开心不已，得知恶友的恶行，立刻把他关进牢房，又派人去接太子回宫。第18国王也正好为善友太子和公主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然后送他们回国。那天，一家人终于团聚，异常激动，恍若隔世。在善友的再三请求下，恶友被放了出来。善友立即上前，温言善语道：哥哥不在，让你受委屈了，你带回的如意宝珠现在放哪里了？善友的好言相劝，终于感化了恶友。恶友说：我把它埋在地里了。他们一起去挖回了如意宝珠。善友跪地祈求：宝珠，你若真是如意宝物，就让我的父母双目复明吧。话音刚落，国王和王后双目复明，看到了善友太子，万分高兴。随后，善友太子挑选了吉日良辰，头顶如意宝珠祈祷：请宝珠赐给人间幸福。这个时候，一阵清风扑面而来，吹散了世间所有的污秽，天空如雨一般洒下了稻米、美食、衣物、珠宝，最后还有金银财宝和各种乐器，满足了人们的一切需要。这个故事出自《大方便佛报恩经·恶友品》，是释迦牟尼应弟子阿难的请求而讲述的。佛陀接着说：阿难，那时波罗趁国的国王就是我今生的父亲净饭王，那时的王后就是我的母亲摩耶夫人，
那时的恶友就是如今的提婆达多，那时的善友太子就是我的前身。提婆达多是佛陀的堂弟，曾经设法杀害佛陀，但最终堕入地狱。我们曾经做了一个视频，详细讲述了提婆达多的故事。今天的这个故事以壁画的形式被描绘在敦煌莫高窟第85窟南壁上，名为善友太子入海求宝珠本生画。同样，它也作为壁画出现在山西开化寺中，名为善友太子如意珠。开化寺壁画是中国大陆现存的唯一的北宋时期大型四官壁画，画师为郭发。这些画绘制于北宋元佑7年至绍圣3年。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善良、勇敢和智慧的力量，还传递了善恶必有因果报应的道理。善良的内心能带给我们幸福和谐，同时这些壁画的存在也见证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璀璨辉煌，传承了这些美好的故事和寓意。我是雪莉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